看得出来最近吃的太好了，脸圆了2圈。我最近观剧的时候有一个感想，就是我前不久的时候不是发表过一些剧评嘛，因为我觉得和男主对手戏的演员有点接不住戏，我觉得他还可以发挥到更好，就我个人的一些感觉而言。然后评论区有一方是赞同我的，有一方的话他是中立的，有一方他其实是不赞同我的，他觉得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对这部剧不好。他为了守剧，他就不论青红皂白，就觉得把提出反对声音的这个声音给摁下去。其实每一个观众区的朋友们的想法我都能够 get 到，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只发表我的观点，因为我无数次的说过1000个观众就1000个哈姆雷特。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虽然我不看剧，但我在抖音能刷到一些 cut， 有一些比方说配角演得很好的一个现象，我就看了一些那些配角的戏，我说演得真的好吸引人呀，我是真的会被那种演技很好的演员打动，无论他长得是丑是高还是瘦还是矮，就是都不重要，重点就是看他那一刻的演技有没有打动我。我就去刷了一下，越看越吸引人。那这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点开评论区，评论区全是骂这个配角的，就会说男主多好多好，那些喜欢配角的都是眼瞎了。为了证明我没有眼瞎，我又去看了一下男主的，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果然是惨烈性的对比。就男主的话就是很木讷，就很无神，就感觉像个木头桩子，那男配都是看起来就是很迷人，看起来就是很有魅力这样的现象。评论区里面就会有很多人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男主有多大的魅力，你不知道我们女主是因为遇到这个男主被治愈的，这个男主的魅力多少多少。我通过评论区的粉丝或是观众的那些描述，我能感觉到这个人物有很大的一个魅力。我又被说动了，我又拿起来那2个男主和男配的那个 cut 看，但我单看他们的表演，就我路人来说，我没有看过那个原著的，我也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就单独从他们这个电视剧的切片来看，男主就不如那个男配有演技。那其实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人设再好，就比方说你给你喜欢的男主这个男性演员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观众的眼睛你是骗不了的。我们刷到的抖音是用来干嘛的？用来给很多一些剧就是剪一些高光的，那剪出来的高光它一定是演员的肢体动作，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展现出来的。我们在看到的这一刻就会觉得好吸引人，我才起心动念，动了某一刻想要去追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不是说你给我放一个很木讷的木头桩子，你告诉我说他内心很隐忍，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设，但不好意思，我从他的表演感受不出来。所以我这2天看评论区看 cut 我就觉得很割裂，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来说一些演得比较好的角色了。你就拿石隐来说，在肖战演石隐之前，我是压根没有听过石隐这号人物的，我也没有什么有期待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单纯因为肖战去看这个角色，发现了这个角色身上巨大的魅力。有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嘛，就是说什么我们要拉高岭之花下泥潭，但是因为石隐这个角色，好多人都又转变了风向，就不舍得让高岭之花下泥潭了，就觉得月亮就该待在天上，他就不应该被那些凡夫俗子拉下地狱来。所以这就是演员的魅力啊！你想一个纸片人，他书里面要么他可能是真的是作为女主的一个工具人，他平平无奇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男主都是有很多很多光芒的，作者给男主有很多很多的人设，光芒万丈。就像我前面说的粉丝们疯狂维护的那个某个男主，然后他说原著写的多好多好，那就说明原著给了这样的男主很多很多爱。但是这样的角色，一个是作为给女主复媚的工具人出现的，那一个是给了很多很多的金手指的。那这样的2个人物，石隐是怎么演的？石隐演出来之后，我能够感受得到这样的一个男主的魅力。如果说石隐在书中作者给了他85分的话，石隐肖战把这个人物演成了120分，就是他自身他给了这个角色很大的魅力，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属性，让人一看到这个角色就能想到他的那句话，学法者何为，以拯救黎民危难。还有他很多自己加的一些傲娇的小
小表情，很灵动的一些面部动作，还有他自己做的一些心理的揣摩，就算是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眼睛，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有很大的撕扯，有很大的情感涌动的，而不是说他全程呆滞木讷双眼无神的去演这个人物。如果说换一个人演这样的一个85分的人物，如果只是老老实实的死板的演，又没有做很多的揣摩，他演出来可能连85分都达不到，那只能给人物减魅了，哪来的魅力可言？那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另一种行业的现象，明明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没有想着把这个角色好好的演出来，不尊重每一个角色，老是想着偷工减料，想着我怎么样可以大爆一下，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我去演一下子可以吸引到很多梦女，大家都为我尖叫吧。所以我通过这样的演员，我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对于角色的不负责任，他们对于角色创作的就是不用心，就你感觉到他们清一色的流水线。因为你的演技是骗不了人的，你对待角色的用心是骗不了人的。我为什么会被很多剧里面，我这里不单指某一个配角，就是很多个配角，他们我哪怕不看他们的剧，但是某一刻他们的那些片段什么的，我一刷到我就会被打动，我就知道他是没有很多资源，有一个角色之后拼尽全力去用心对待他每一个角色的，那这样的一个演员，他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品质，我就觉得他应该被看到，而不是清一色的被喂养着的，大把资源的塞到手里，不用心对待，只想着凭借某一个角色火了，想着说我这一部剧水花不太大，我就意思一下就行了。在这种所谓的千篇一律的意思一下之后，你的灵气慢慢就会缩减，你的基本功又不扎实，你只想着那一刻的觉得女性观众会喜欢一些霸道的，会喜欢一些迷人的，会喜欢一些邪魅一笑的，他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内核，他只用所谓的一些外形来吸引观众，那这样的他只会留住一些肤浅的浮华的观众，那剩下的一些深层次的底层的观众流失掉，他这个人慢慢的也就没有什么行业竞争力了。这里又来说回到我对肖战的喜欢，就我觉得我并不是说只是因为他的某一个角色大爆了我就喜欢他，而是因为他这一路走来的踏实。他不是演《捉妖记》里的时候还是演那个小妖怪嘛，当时我看《捉妖记》的时候，那好像是《捉妖记1》还是《捉妖记2吧，我有点忘记了，镜头一扫而过，我就看一个小妖怪在那可爱爱的在那跳舞，就哪怕是一闪而过的镜头，大家可能都不会去看他，你都能感觉到他是用的心思的，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演员很有魅力，我就去搜了他的一个超新星学员，看了2-3遍，因为那段时间是我 get 到他之后，他剧又太少了，我实在没地儿去看他了，然后就去搜他的一些活动，去搜他的一些综艺，搜他以前演的剧，我能感觉到他对于自己角色的认真，对于自己工作的认真。这一路走来，他从《超新星学员》里面的可能眼神戏还没有那么的好，慢慢的一步一步到他改变的角色是《狼殿下》里面的吉冲，是让他第一次就是对演员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切的一个体会。因为之前呢，就拿《超新星学院》来说吧，就有点他的前公司就有一种自制剧的味道，大家都嘻嘻哈哈的，他又不是非专业出身，他没有对这个演戏这个行业然后产生一定的深刻的情感链接。但是狼殿下他们当时好像是在一个大山里面拍了有几个月的一个时间，他那段时间还是自己在自学琢磨演技，自己花钱去上演技精进课的。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给他整个人的身心然后对于他演技上面让他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想着我要做好这件事情，我要好好的被演员做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从狼殿下之后，他去演我的皇帝陛下，他深深吸引到我的这部剧的我的皇帝陛下，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跟其他人不是同一个图层。就在其他人觉得这是个嘻嘻哈哈的一个轻喜剧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喜剧外表之下这个人物的悲剧性以及这个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我就会被他吸引。就通过他的这一个角色，他这个人就已经把我抓住了，我就无比的期待他下一个角色。那他演魏无羡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把个身的魅力以及角色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抓住了很多跟我有着一样想法的观众。那在之后的他每一个剧，顾魏呀、唐三呀，每一个剧你都能够看到他的进步，更何况再从后面的肖春生、石英来说，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台词还有近些年就是《藏海传》的这一部同期声，就你能感觉到他
魏无羡的时候还在用配音，后面的每部剧都是自己的原声，不仅用自己的原声，他还能调整声线。他在演神隐的时候，他演小世子的时候，有一种懵懂的小孩的那种感觉。他演后期的穿黑色衣服的那个有点庄严肃穆的神隐失踪的时候，你又能感觉他的声线有一些沉稳，有一些严肃在。然后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失忆前，作为一个学法的大司命的小徒弟来说，他又是另一种轻快明亮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他这个人物已经对于这个角色的揣摩已经到了一个万分用心的一个程度了。其实我想用出神入化，我就觉得别人会说我夸大其词，但我真的觉得他是很用心的。他在遭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在低谷期任由那些所谓的流言蜚语、所谓的一些石子砸死自己，或者说销声匿迹，他没有，他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利用低谷期，一步一步把所有未来的一些污蔑声、诋毁声当成了自己打基础的地基，一步一步走了出来。在那段时间他演话剧72场话剧，稳稳实实扎扎实实的。因为我自己也演过话剧啊，虽然说不能跟专业的比，但是我能够了解到，我当时才大一的时候，就为了演好那一个话剧，我基本上每天下了课之后，周末的时间我全部用来背这些话剧的台词，揣摩人物心理，一遍一遍的练走位，一遍一遍的跟人物练对话。我们当初好像就只有1-2场，就只是为了那1-2场的比赛，我们都付出了将近有1年多的一个时间。更何况肖战他有72场，他每一场都要保证零失误，每一场都要保证一个饱满的一个情况下演出。对于演员的及时能力、现场的反应呀，然后以及跟对手演员产生的化学反应，每一场连续的72场都是不同的，而且还要面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水人情，就是不同的地方场域，你的可能因为地域的限制，因为饮食啊什么什么的，可能你的身体啊什么都会发生变化。72场他始终如一的演完了，没有在浮华的名利场丧失本心，而是在名利场写诗。所以这样的演员，我觉得才是在这个影视剧中可以屹立不倒的常青树。肖战他有一个能力，他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对于自己的演技负责任，他对于自己的角色负责任，你能感觉到他对于每一步的用心。虽然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说你不该接这个，你不该接那个，你不该健身怎么样，他用自己的所有的努力打破了一切的质疑声。有一种，我前面的一个视频中说过，就别人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种淡淡的慵懒的那种，怎么形容呢？就是有一种豁达的一个心态在吧。他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慢慢的走到现在的如今的一个地位，但是他也没有说就是固步自封怎么就像他说的戒骄戒躁戒熬夜破戒跨界闯世界，他一直都有进步。所以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人物，有的时候你就会看自身。比方说我们喜欢他的人，在一些人生低谷的时候，在取得一些小成就的时候，就会反复的去拉齐对标，就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人是怎么样做的，那我在遇到同样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我又该怎么样。除了这些点呢，肖战还有一个点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以前不是很容易被那种哭穷的没有担当的懦弱的男生吸引，就是有一点反正就是特别爱哭穷，所以我会天然的被这种哭穷的男性激发自己的一个母性所在。我就会觉得，我以前就觉得男性可能就是那种粗鲁的会家暴女性的，看起来就是那种没什么担当的这样的男的，就是正常的男性，我该喜欢的也是这样的类型。所以我就天然的从小被规训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觉得自己天性就应该被这样的男性所征服。直到慢慢长大之后看肖战的影视剧，我才慢慢的 get 到，就是男性你们两个人相互有一个吸引力，不是说他对于你一方的征服和占有，而是两方自发的心流的互动，就是爱、平等、尊重。
像唐三那样的温柔又强大。唐三说过一句话，就是强者不应该欺负弱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像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我老家那边的男性，他们展现自己的强大就是家暴自己的妻女来展现自己的强大，他们就觉得看吧我好爷们儿。但是这样的男性他到了职场上，就是我有观察到一部分男性就卑躬屈膝做小伏低，像个哈巴狗一样，然后转头向自己的那个妻女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拳头。就像鲁迅先生说的，这是一种跪久了的奴性比较重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对上越谄媚，他就对下越凶狠。但是肖战的这些角色里面，我能够感觉到的男性都是无一例外的看起来都很温柔，他不以外表的凶神恶煞来恐吓别人，来吸引女性散发自己的魅力，不通过后宫遍布呀，不通过互相暧昧来展现自己的一个雄性的地位，他通过温柔的一个内核，通过自己强大的责任担当，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任，他的在里面的一些义气啊什么的，就是这些共同的构成了一个强大坚韧有理想的主角。我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被这样的一些男性所吸引。这样的男性在生活中也是有的，比方说肖战，就比方说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他看起来很温柔，甚至会被一些人说娘娘腔的男性，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骨子里面的刚毅。所以我越来越发现，你要判断一个男性可不可靠，不是说他外表展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强势，而是看他的内心是否坚韧，看他对女性是否尊重。我觉得真正的男人不是说你以外表的一个武装，就是展现你过分的一些肌肉和拳头来征服女性，而是你应该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还有最近的一个现象，就是肖战的每一部剧我能够感觉到的就是他自身有实力，他演的每一部剧他不会过分的追求热点，只要这个剧本好，他觉得这个人物好，他就很用心的去演了。那演了之后，他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观众，他也不教观众做人，他也不要求你们关注就怎么样，他只负责把自己的事情尽100%的努力做好，再凭借他自身的形象，他又可以给角色附加20%的一个魅力，那他就能够演出超乎观众想象的一些大爆剧，比如说像藏海传，像之前的陈情令。但是有一些现象我觉得我真的很无语，我最近有刷到，就是他自己演了一些剧，扑得悄无声息，甚至都没人看。又因为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热点，他又反过来蹭热点。我明明在看我的一个纪录片，比方说重返狼群，然后转头出现了一个烂片，蹭我重返狼群的热度。我当时一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好恶心呀，人怎么能可恶成这个样子？就是拍这样的，比方说呼吁保护动物的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意义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保护动物的重要性。你一些明星，有影响力的明星，你们自身就有热度，就能够吸引来投资商，你们是有一定的站到了一定高位的，所以你们自身带有热度，你们用你们的热度来吸引更多的人，喜欢你们的人，观众来走进电影院看到这样的故事，让大家自发的就会觉得动物怎么样，原来这个狼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什么狼子野心怎么样，人是有心的，狼也是有狼心的，是发现这样的故事。而有的人他扭转了，他把这样的一个因果倒置了，他做的是什么？他演了一部烂片，烂到已经无法再看了。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烂片，他跟一个比方说重返狼群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他绑定，有一种强势教育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看我这部电影的意义多么伟大，我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宣传保护动物，你们不看，你们就是动物，你们一定要走进电影院。有一种让我强势为这种烂片买单的一个想法，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有这一个想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我去重翻看几遍重返狼群，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多救助几只猫猫狗狗，多去向身边的人去呼吁一下，宣传一下这样的一个电影的纪录片的意义就好了，我何故于去电影院里看你一部烂片？所以我就很想借此就是抨击一下这样的影片，就是烂片，你不好好的花心思把影片拍好，吸引大家进去，用你自身的热度去为这样的一些现象做为自然和动物做一些贡献，反倒了还要利用这些动物人家自身有的热度来给你的电影反向
宣传，这不倒反天高吗？所以我个人是真的很讨厌这样的一些噱头，以及那种强势的让你去电影院里面为他宣传，就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我真的要讨厌死了。没那个能力就少奶那个瓷器活，就一个的都想转型，又不好好演戏，真的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OK， 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